让美国感到头疼。伊朗与沙特在北京握手，是中国在世界外交上取得的一次重大成功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近日，沙特与伊朗在北京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声明，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，互设大使馆，并且在2个月内完成所有工作。2016年，伊朗与沙特因为宗教事件中断外交关系，多年来双方一直在全力进行阵营对抗，而现在沙特与伊朗在北京进行和解，可以说是一场3赢的结果，也是中国在国际外交上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。这件事的影响可能非常深远，特别是对美国的霸权而言更是如此。首先，沙特与伊朗的和解表明中国的影响力在不断提升。伊朗与沙特是宗教层面上的千年世仇，如果没有强大的力量去推动和解，双方可能老死都不相往来。沙特与伊朗和解有满足双方利益诉求的因素，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劝和促谈外交理念的成功。中国为什么对沙特和伊朗有这么强大的影响力？那是因为中国是这2个中东油霸的最大贸易伙伴。中国与伊朗签订了有25年期限的战略合作，中国与沙特也有着非常深的全面战略互信。一些传闻中的战略级别的武器交易就能证明这一点。在全球经济转向新能源时代，以石化产品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这2个国家，其未来的发展对中国的依赖将会变得更大。第二，从中美竞争的角度看，中国正在做美国人不愿意做，而且也做不到的事儿。白宫根本就没有意愿，也不可能推动伊朗与沙特的和解，因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是极度紧张。美国需要伊朗成为整个阿拉伯国家的敌人。白宫和五角大楼在中东推动的是以安全战略为中心的外交政策。只有伊朗成为整个阿拉伯国家的敌人，美国才能用离岸制衡的方式控制这些阿拉伯国家，大量兜售军火，推动石油美元等等。只要是能够让美国感到难受的事儿，我们就应该做。第三，伊朗与沙特关系的缓和是整个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一场巨变，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。如果伊沙关系能够正常化，以后也门问题也可能会顺利解决，从而使沙特对美国的依赖度进一步降低，并推动整个中东地区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。美国对中东地区掌控力的严重下降，将有利于中国塑造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战略安全环境，特别是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石油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，甚至推动沙特与伊朗等国与中国建立一个更大的自贸区。这些结果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。第四，中国首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和平外交理念，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外交影响力和外交形象，甚至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做出了示范。不管美国用什么恶劣的手段来污蔑中国、抹黑中国，沙特与伊朗关系的缓和都等于给了美国一记耳光。因为我们中国的外交才是真正的在维护世界和平，为人类社会长远发展做贡献。与中国相比，美国只想通过夸大威胁、煽动战争、参与战争、发起战争，攫取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。而中国在向全世界展示一种没有西方国家主导的外交治理理念，就像中国走上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，仍然能够实现现代化一样。这才是对美国霸权的真正挑战，也是打破西方心理优越感的具体体现。过去我们就说过，中国反对美国的霸权，采用的方法与俄罗斯不一样。这次沙特与伊朗在北京签订合作协议，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。这个世界将因为中国而变得更加美好，这才是让美国最感难受又无可奈何的大战略。在此，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功点赞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